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已經昨天回到了德國，現在呢，我在街上走一走，給大家來拍拍目前德國的情況啊。你們看，這是德國典型的天氣啊。德國有個詞叫11月份天氣，這種天氣呢，專門形容德國11月份或者冬天的時候，全天有的時候可能10天半個月見不到太陽，然後都是陰天啊。有的時候可能下點小雨，這就是德國11月份的天氣。然後呢，全天幾乎都要開燈，在家裡，否則呢就特別的黑。所以德國人呢特別的壓抑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因為確實啊，德國的那個冬天太難受了。比如說今天早上我8點15分去看醫生。然後呢，我7點50左右我出門，天還是黑的啊，還沒有天亮。然後8點多才開始慢慢天亮了。然後呢，下午4點半鐘又天黑了。我現在呢走一個過道下去吧。然後呢，從這個小事我也說說，這個過道這裡啊，原來這裡個電梯啊，它是運行的。然後我發現大概有2年左右，這電梯已經不動了，因為呢原來啊，老是每隔一段時間，每隔幾天呢要維修，所以我覺得維修費用比較高。這個電梯也一樣，因為經常壞，這德國的電梯啊，經常壞，所以這個科隆就沒那麼多錢來維護了，現在就完全把它放棄了。以前天氣沒有那麼冷的時候，經常過道變成了無家可歸者那個睡覺的場所，今天呢沒有見到。然後呢，今天我就進這個地方叫聖誕市場，我們來看看可不可以啊？說來說去呢，我得從聖誕市場也來說說德國目前的情況啊。這有個滑雪的地方，因為天氣太暖和了，所以滑雪的那個雪呢，現在已經融化了。現在下午2點鐘左右，人挺多的，不太特別方便拍攝。我覺得可能有的德國人會反對我拍，那我就一邊走一邊拍吧。如果有人真的反對，那我就刪掉那部分。這裡有個橋，我走上去，然後呢，等一下可以看見科隆大教堂。現在啊，在德國啊，這個聖誕市場，它的成本越來越高。因為有治安成本，以前或者前幾天我在我的視頻當中說過啊，就是德國現在出現越來越多砍人的現象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後面是科隆大教堂，這是科隆的地標建築啊。聖誕市場這裡，有的時候也有中國的遊客來。好，下去了吧，因為人比較多，來來往往的，不太方便在這裡拍攝。我來說說啊，就是以前我就說過，因為德國啊經常出現在公共場所砍人的現象，所以呢現在治安的那個成本非常高。比如說它是全部圍住，這裡4周都圍住，然後呢不能讓其他的車開進來，因為不僅是有砍人的，還有德國呢發生很多起義，人家那個所謂的恐怖分子開着車，然後衝進這聖誕市場，所以導致呢很多人死亡的事件。一個是在公共場所砍人，另外一個呢開着那個車，有的是貨車，有的是那種私家車，闖進人群去，所以導致了很多人死亡的事件。這之後呢，德國很多地方甚至連聖誕市場都取消了。我們再可以給大家看看這裡的保安有多嚴密。大家看看後面這裡全部是那個柱頭啊，就是不讓一些那個車開進來的，所以保安措施非常的嚴密，導致了聖誕市場的那個物價也更高了，因為要請很多的人員來維持這個治安。然後呢，像這種你看，大家看到了嗎？也是增加保護措施，把它安裝在這裡之後，然後那個車就開不進來了。
所以总體來說，這也反映出啊，德國的治安狀況非常非常的堪憂啊。真的不是聳人聽聞，我說任何事情絕對是有事實基礎的，因為我在德國，我知道。現在可以這麼說吧，其實媒體是不報道，如果報道的話，在德國每天可能都發生持刀砍人事件，是真的那個把人，一個是砍死、捅死，或者是重傷的啊，甚至連德國警察都被砍死的都有這樣的現象。現在治安真的不如以前我來德國的時候那麼好。我來德國已經31年了，現在就是我認為啊，德國就是每況愈下，因為各種各樣的人太多了，有宗教衝突。以前我也分析過，這像德國、歐洲啊，它是沒有未來的，就是因為呢，它不斷引進各種各樣的移民。移民相对來說吧，我不是種族歧視啊，就是我認為實際现象就是移民相对來說是宗教完全不一樣。另外一個呢，他們的素質、他們的教育程度確實不如以前的德國人，所以導致了德國整體的人的素質，在德國的人的素質是下降的，這個國家的教育也下降，什麼方面現在都下降，導致了選出了政客也是越來越那個素質越來越差，所以呢就把德國引向了企圖吧，引向了深淵，這就是我想告訴大家的。然後呢，等一下，因為要天黑了啊，因為現在是2點鐘，天快黑了，我就回家去錄一段。朋友們，我現在注意到啊，在德國街頭，科隆街頭這裡有個地方被圍起來了，原來是2個充電樁的。我估計現在它要擴展，又擴展2個，我估計啊，從它那個施工的情況來看，圍起來了。我就想10天半月肯定完不了工。然後我們這裡看。有一塊牌，這裡是寫上11月18日起，但是沒有個施工結束的日期啊，而且是每天6點到18點，在這裡我們看現在是下午14點，也就下午2點，沒有人在這裡幹活，它只是圍起來，難道是慢工出細活嗎？我不相信啊，就是沒人工作。德國效率，我估計呢。現在已經1個禮拜了，還沒有什麼完工的跡象，可能還要1個禮拜、2個禮拜。就這點，你看，3個禮拜甚至1個月，真的是德國效率。請大家不要感到奇怪，我現在在德國，在我家的臥室，我今天呢就坐在床上跟大家嘮嗑一下。這次呢從東非回到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機場之後，我遇到一些事情呢，想給大家說一說啊。以前我也說過啊，在德國公共區域，比如說什麼火車站呀，還有汽車站，特別是長途的汽車站，一般都是露天的，既沒有空調，也沒有暖氣。然後呢，這次等一下我就拍一些東西給大家看看啊。除了法蘭克福國際機場之外，然後呢，我就去找那個國際機場旁邊的長途大巴站。注意啊。這像一個長途大巴的交通樞紐一樣，你們能想象嗎？在德國這樣所謂的發達國家，與美國呀、英國、法國、比利時一樣，像這種東西都是室外的、露天的。我前段時間還去了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呢，也一樣。朋友們，我在德國法蘭克福機場，我現在要去長途汽車站，大家看看吧。今天特別冷啊，只有1度，這是露天的。等一下走過去，又走了幾步，現在差不多到了。等一下過這個斑馬線，然後前面就是長途汽車站，法蘭克福國際機場長途汽車站，露天的啊。也就是現在外面就是1度、0度，那我們要在外面受凍啊，基礎設施太差了。大家看到了嗎？這是一個候車台，這有個高架橋，下雨的時候還能夠遮風擋雨。哦，遮風擋不了，只能擋雨。然後那裡前面有些人在等，貌似呢這是唯一一個廁所是免費的，其他都是收費的。大家看到了嗎？你看這全是露天的啊，太冷了外面。之前在另一個節目我就說了啊。像德國這種公共場所，
既是露天的，又沒有免費的廁所，你上個廁所呢還要收費，還要交錢，一般是1歐元到1.5歐元。然後呢，昨天我到達法蘭克福國際機場，特別冷，大概是1度左右。我看了天氣預報，1度左右，挺冷的。就是哈氣的時候，那個能夠看見很多的汽水啊。然後呢，昨天早上到達之後，我就拖着我的行李往那個长途汽車站方向走。視頻，這是我昨天拍的。走那個地方之後，我看見已經有一大群人在那裡等車了。當然不是光等我那趟車啊，還有等其他的。然後旁邊呢，我看見有4個女性，4個女孩吧，有點像中國人的長相。於是呢，反正我就在那裡等，然後我就站到他們旁邊，真的，他們講的就是普通話。然後呢，我就跟他們就聊起來了。我說：“你們也去科隆嗎？”他們說：“是呀。”我就問了：“你們來幹嘛的？”他們說是來參展的，因為科隆展會比較有名嘛。當然我沒有問他們具體參什麼展，因為第一次見不可能問太多那個細節，這樣不好。好了，然後呢，旁邊一個女孩她說要上趟廁所，然後我就半開玩笑的告訴她，我說這是德國少有的免費的廁所，因為之前我知道這個地方啊，這個交通樞紐就是長途汽車站，那是德國少有的免費廁所之一。我就告訴她你可以去。然後去完回來，那個女孩說：“哎呀，這廁所太臭了。”然後呢，我就半開玩笑說：“啊，你別抱怨了，有個免費上廁所就不錯了，就不要有太高的要求。”然後他們就笑起來了。旁邊另外一個他們的同事，我估計啊也是參展的，他們是一夥的。我就問他：“你們是從哪裡來的？”他們說是廣東。然後他就問我哪裡，我說廣西桂林的。然後他就說桂林很美，怎麼樣，他去過。其實在我之前他就說過啊，他來過德國幾次，他說德國的基礎設施太爛了，有點像國內4、5線城市。我覺得說像國內4、5線城市就抬舉德國了。然後我就說，你看到處這些人，這些老外在這裡等車，大家都沒有脾氣。你看颳風下雨都在室外，而且當天不是說了吧，昨天溫度就是1度啊，因為當天我們是坐大巴到科隆，要經過稍微一點海拔高的地方，已經有雪了。那個路上啊，還有那個山上啊，樹上都有雪，就說明那個氣溫肯定是0度或者0度以下。然後我就問他，我說你們為什麼坐大巴呢？為什麼不坐德國火車呢？德國火車更快啊，是高鐵1個小時，對吧？然後一個女的說，就是來過幾次德國那個，她說因為火車太貴了。另外一個呢不準時。然後我就查了一下有多貴。昨天如果是及時上車的話，要80多歐元，也就是要600多塊錢人民幣。所以他們知道怎麼省錢呀，因為坐大巴15歐元吧，就是相當於120人民幣左右，120，對吧？和600多塊錢比起來，相當於節約500多塊錢。大巴的行車時間只是多了1個小時多一點點。我想任何一個人，包括我自己也一樣，我不可能1小時可以賺那個400、500塊錢，不可能，我沒有那個能力。我也選擇了坐大巴，否則如果火車沒有那麼貴，我肯定坐火車了。誰不希望快一點，對吧？那沒辦法，因為德國火車實在太貴了，只有180公里不到呀。如果是全票，那就是600多塊錢。甚至前幾天我看到是800多塊錢的，然後呢，昨天看的價格稍微又低一些了。不管怎麼樣，600多塊錢我就覺得已經很貴了。然後呢，其實我想提前幾天訂票，那個火車票當時還是70塊錢，70歐元，也就是500多。反正呢，要比坐大巴貴很多。我就考慮一下，真的我1個多小時我賺不了400多塊錢人民幣，所以呢，我就果斷選擇了坐大巴。那4個人也一樣，也是為了省錢。另外一個，他們覺得德鐵不靠譜，如果晚點的話，他們不知道坐哪趟車。我就安慰他們說，在德國，只要你買的不是特價票，那個火車你可以坐任意一趟，接下來的車都可以坐。他們才恍然大悟。但是反正呢，他們就想那個省錢嘛。你看，來過幾次德國人都說，就是德國的那個基礎設施太爛了，像國內的4、5線城市，他是比較有禮貌的，不想把德國貶得太低。你看他們這次來，又加上我在這裡，
我就告訴他們，這就是發達國家的這個基礎設施，這個長途汽車站交通樞紐竟然是室外的啊，什麼都沒有，什麼設施都沒有，連個凳子都沒有。你看，這是露天的巴士站，而且是法蘭克福國際機場的露天長途巴士站。我們在這裡冷啊，对吧？然後呢，我們這幾個美女她們是來參展的，覺得這裡的基建特別的落後。剛才那個美女說像國內的4、5線，確實也是啊。你看我們在外面受凍，現在是差不多0度，我看了下是1度左右。給大家看看這些國際友人啊，都在等哦，在等車，他們一點脾氣都沒有。我們的車還有10分鐘才來，大家都非常耐心的在這裡等車。那裡有個我見到唯一的一個免費廁所，聽這位女士說那裡很臭，不過我想免費就不錯了，就不要抱怨那麼多了。國內啊，沒有來過歐洲的人或者沒有來過西方國家人，總是覺得西方國家一切都很先進啊。但是如果你現在出國來，真的看到像德國這種屬於歐洲心臟的國家，你看你剛才說的基建有點像國內4、5線啊，所以要出國才能夠知道有比較。但是我發現呢，國內很多人他是喜歡抱怨，对，要出來看看有比較。反正我現在不会再抱怨什麼了，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是那個完美的，都有自己這樣那樣的問題。但是我發現我們國內抱怨的人那個比例比較高，就是因為他沒有比較嘛，他沒有出過國，所以不知道怎麼樣。像這種你看露天的，德國還有美國也一樣啊。我去紐約坐那個大巴也是露天的，而且那天是下雪，冷得要死。你看在国內长途大巴都是那個有空調或者暖氣，對吧？還有座位給你坐。对啊，室內的。然後這裡呢就是露天的。对啊，火車站也一樣，冷死了火車站。哎，我們的車應該來了，可能吧？看看是不是這個綠色的？你看地圖看看。哦，不是，這個不是我們的，它是應該去波蘭還是從波蘭過這邊來的？我就是30年前來的德國啊，我當時來留學，所以當時覺得這裡特別先進，但現在比起來，那就與國內很多方面沒有區別，或者國內比德國這邊更好了。現在，你看基建這一塊對不對？像剛才你說，像這種什麼露天的這種候車，那個什麼長途車站，在國內根本想都不敢想，哪有什麼露天的？主要是人家老外啊，他根本不知道中國，然後呢，每说你是中国的，然後呢，好多人就覺得中國很落後。現在也一樣，他沒有去過中國的人依然覺得中國很落後，只要他朋友圈或者他自己與中國沒有關係的話，他依然覺得中國很落後。或者就是呢，覺得中國人沒有自由，是被那個中國政府那個壓迫的，真的是這樣子。因為我住在這邊，我看他們媒體有時候看着就來氣。不過現在我無所謂了，因為他們越不了解中國，其實越好。其實這麼說吧，他們是住在信息繭房裡，他們得不到外面真正的關於中國的東西，因為他們媒體報的中國幾乎都是負面的，幾乎。對，專門報道不好的東西。大家都站着，你看，這是我昨天拍的那畫面，對吧？如果是下雨了、下雪了，大家也只好忍受。任何一個在我們中國大陸或者中國內地生活的人，都知道，在中國，不管是火車站也好，長途汽車站也好，我再說是長途那個汽車站還有火車站，它的規模比較大。另外呢，夏天肯定有冷氣。冬天肯定有暖氣，即使中國南方也一樣。如果是溫度很低的話，肯定會開暖氣，不可能讓這些人凍着的。然後呢，裡面有很多的座位可以給你坐，再加上裡面有廁所，而且是有人打掃的廁所，一般沒有什麼氣味。你看，像這種公共設施，
在中國是免費的啊，難道這不是福利的一部分嗎？但是呢，在德國還有這些所謂的西方國家，都是室外的，你享受不到作為納稅人，享受不到所謂的福利。不是說那個國外這樣免費那樣免費嗎？哦，這長途大巴，這車站也免費，但是免費什麼都沒有啊，連一個遮風擋雨的地方都沒有。這幾個人你看，然後我就告訴他們，你看你們理解了吧？一出國就愛國，他們特別同意我的觀點。我告訴他們，我說我已經在這邊20-30年了，他們感到特別驚訝，然後就問我，那今後我有什麼打算？我說，如果我能夠回中國的話，我肯定今後我一退休我就馬上回中國去，因為這邊很多東西都很貴啊。有多貴呢？然後那個來過幾次德國的那個女孩就說，她說德國的那個打的也太貴了吧，一點點，她說就花了好幾十歐元，好幾十歐元就人民幣400多塊錢。她說，如果在中國同樣的可能就30塊人民幣。我說是的，就德國打的也特別貴，德國人一般都不敢打車。這就是我見到的，你看他們來到之後看到了真正的德國。就他們應該沒有什麼那個崇洋媚外這種思想，就是祛魅了。公共設施很爛，基礎設施很爛，沒有為人民服務這種理念。我認為，當然德國的那機場之內肯定是有暖氣啊，有冷氣，然後那機場內的那個廁所是免費的。這是德國我認為唯一免費的廁所，就是機場之內。然後呢，就昨天。我們坐長途大巴的交通樞紐裡面有一個公共廁所，它是免費的，但是那個中國女孩說很臭，表明沒有人經常打掃。那既然是免費，就不用太多抱怨了吧？這是我開的玩笑。長途車是不到科隆市的，它是到附近一個小城市，相當於科隆的衛星城，在那個地方停。然後呢，我又坐我們本地的公共那個地面交通回家。是坐應該算輕軌吧？你們知道嗎？大概是5年前，只有3點多歐元，3.7、3.8左右。但是昨天嘛，已經漲到5歐元了，人民幣40塊錢。這是當地的公共交通啊。然後我就坐着那個車回來，然後呢，在一個站我就下來，然後呢換乘地鐵。從那個輕軌站到地鐵大概是250米的地方。特別的髒，然後它有那個相當於地下通道一樣，裡面睡着幾個人。我沒有錄啊，因為當時我比較匆忙，而且路也不太好。反正在那個過道裡面睡着幾個無家可歸者，他們可不是行為藝術者，肯定是無家可歸的。它有點下坡的那個地勢，然後呢，再往前走大概20米之後，可以看得見那個牆角啊，有那種尿液的那種痕跡，就表明這些人可能就在那個地方就直接就大小便，可能是小便，然後呢就是有尿液的痕跡，它是沿着這個坡度往下流的，特別噁心。你看，我從非洲回來就見到這樣的情景，一個是呢露天的長途交通樞紐，又冷又陰暗又潮濕，然後那個公共廁所雖然免費，但是又很臭。到達科隆之後，見到這樣特別髒亂差無家可歸者，你說我的心情能夠好嗎？這就是怎麼說呢？特別讓人壓抑啊！你看到這種東西，就有點像世界末日的感覺，加上天氣又不好，又陰冷的，有點下着小雨的樣子，地上潮濕，然後呢又看着有些無家可歸者躺在地上，又那些尿液等等，反正整個人的感覺不好。所以我到了家裡的時候就特別高興，就不用看見這些東西了。好的，朋友們，這就是我從東非回到這個發達國家德國，我看到的這些情景啊。一個是法蘭克福國際機場，長途交通樞紐是那個露天的，然後呢就看見無家可歸的。這種2個場景讓人真的很壓抑，但是這就是西方目前的現實呀。我就覺得哈，就是我們很多中國人在國內，他從來沒有出過國，然後呢，把西方想象成一個特別完美的國家，
我也不是為什麼，就覺得好像德國就不應該有缺點。我一把這種真實的東西講出來，那就是我是在抹黑德國啦，我是在吃德國的飯，砸德國的鍋啦等等，反正各種帽子能給我扣上來。但是難道這個現實就這樣我就不能說嗎？你們我覺得應該好好反省一下，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完美的。德國雖然是一個不錯的國家，它是個發達國家，很多方面比中國好，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很多方面呢是不如中國的。比如說基礎設施這方面，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趕得上中國，這我已經無數次說過。今天從這個視頻你們也看到了，對不對？它的機場也很老舊，我也給大家拍拍。前面視頻大家看到了，這就是法蘭克福國際機場。怎麼說呢？法蘭克福國際機場從它的基礎設施來說啊，在國際上也只能算中等吧，已經很老舊了，很多設施已經跟不上時代。所以並不是說德國都很完美，真的有。然後呢，对比中国，反正任何一个中国的機場，因為法蘭克福是交通樞紐，對吧？那我們就拿比如說，上海的浦東、北京的大興或者首都機場，然後呢，四川的成都天府國際機場，廣州的白雲機場，深圳的寶安國際機場等等等等這些，甚至呢貴陽機場或者南寧機場，都從那個基礎設施來說，當然都要比那個法蘭克福機場新，然後呢，基礎設施要比法蘭克福機場更好，這也是事實啊，這難道不能說嗎？你們說對不對？好了，朋友們，本期節目就到這裡。那你們覺得到底怎麼樣？是我真的在抹黑德國嗎？還是這個事實特別的扎心呢？那歡迎大家留言，拜拜。